你好，阿里。那么昨天狗狗币基金会公布了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狗狗币的路线图。那么我们今天就主要讲一下这个路线图它透露出来的这个狗狗币的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本期视频就着重讲一下这些关键的内容。那么最后我会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依然来看看比特币大数据显示的最近的一些情况能不能从大数据中找到一些未来走势的蛛丝马迹。好，我是阿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次视频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基金会，它发布了一个路线图那么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rail Map。那么传统的他们这些币的这个路线图一般叫做 Road Map。那么它跟这个其他的币呢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个路线图它详细说明了其未来的这些发展计划，也就是狗狗币基金会8年以来首次公布的这个狗狗币路线图。说来也真的是大事件毕竟是排名前10的一个加密货币，路线图还是首次发布。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那么第一点，它指出来将重新设置 Dogecoin.com 的网站。那么重新设计的这个关键部分之一就是推出 Dogepedia 部分。 Dogepedia 翻译出来就是这个狗狗百科，这部分将放一些常见的问题的这个回答的一些列表。那么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狗狗币在社区里面有一些很常见的一些问题，这些回答已经形成了一个列表，那么已经成为真正有效的资源了。那么狗狗币百科呢将提供这个资源供大家来查阅。更新的这个网站预计将在明年的1月份做出来，也就是在下个月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创建狗狗币构建块 C 库 Alib Dogecoin， 它允许任何人构建符合狗狗币的产品的这些代码或者是程序也好，那么而无需担心加密功能更深层次的细节。那么在这个环节增加了多种计算机语言的这种钱包，目标呢就是让狗狗币的这个生态系统更健康多样化，对核心钱包的这个依赖作为狗狗币区块链的单一的定义增加要开发的基于标准的钱包和节点实现的选项，增加集成选项以提高平台对狗狗币的这种采用另外呢，还是改进加入狗狗币网络的过程，让更多的人运行狗狗币的节点。那么我们之前说过，狗狗币节点更新的时候那么它会公布出来到底有多少个新的节点在采用。那么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更多的人使用狗狗币的节点，那么狗狗币的转账这个手续费都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高。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创建狗狗币的标准。狗狗币的标准呢，就是指在完整记录参考的措施就是指这个核心的钱包填补了这个白皮书的空白，并为试图了解狗狗币的工作原理的用户提供这种文档文案。狗狗币协议也将首次以一种独立于核心钱包的方式来表示同时呢，还是降低了新开发者的门槛，基于标准的功能的这个测试套件以及社区提案的流程。那么整个的这些标准的都是用来让这个狗币的开发更加的容易，更加的简单，让参与者更多。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创建开源项目Giga Wallet 将提供可在几秒内设置的节点或者是说这个 API 解决方案，并允许开发人员将狗狗币节点添加到其平台。那么 Giga Wallet 旨在提供2个级别的 API， 第一个级别呢就是用于处理和验证传统的狗狗币交易，以及准备与消息队列和 Web API 连接的这个现代事件构架。第二个呢就是将提议的这个狗狗币的密钥的环节应用程序和 SDK 集成的 API， 这是一种移动优先的解决方案，允许使用 Giga Wallet 的平台呢直接从应用程序向狗狗币密钥环节这个应用程序收费，以供用户批准。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密钥的这个所有权交还给了用户，而不会取消平台交易狗狗币的这些能力。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将解决方案的这2部分作为开源项目后端以及用于狗狗币支付的可随时集成的这个移动 SDK 的提供将迅速加速零售商、社交媒体平台、游戏开发商等对狗狗币的采用所以说这一部分的用意就很明显了，还是奔着这个狗狗币流动货币的这个功能去的。那么我们看第5点就是这个 Radio Doge 用于远程位置的 Starlink 加 Radio 的这个节点这一点呢就是
大家就联想到伊隆马斯克这个 Starlink 啊，就是星链的这个技术啊，他没有讲具体这个 Radio Doge 到底是怎么应用啊，但是他提出了这个远程位置的 Starlink， 再加上这个 Radio 这些节点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就是随意的去猜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去实现，我们只能静静的去等待这个狗币基金会啊下一步的这个揭秘。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基金会啊与威神啊 Vitalik 合作，为 POS 的社区质押版本呢制定独特的斗志的提案。那么这个提案将允许每个人啊，不只仅仅是这种大的玩家参与运行网络，并因其贡献获得奖励，同时通过慈善事业回馈整个社区。那么这一点必须要有狗狗币、以太坊桥的支持，所以威神呢是必不可少啊！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就意味着将来长期持有狗狗币的人会得到相应的这种代币的奖励啊，那么也是狗狗币从 POW 转向 POS 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呢，综合上面我们所讲到的狗狗币的这个路线图给出来的，最近这1-2年狗狗币要走的这个路。这个路线图呢，并没有树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啊，并没有说，狗狗币要取代美元的地位或者怎么地。那么我认为呢，他们的这个用心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害怕枪打出头鸟啊，默默的做自己能做的事啊，力所能及的事情，剩下的呢就交给时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狗狗币呢正在变成了我喜欢的样子，低调不张扬，团队呢认真做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啊，这次重大更新呢，或者是重大利好，狗狗币并没有暴涨，而是小碎步的慢慢的上涨，或者你也可以说，伊隆马斯克并没有喊单。那么我不认为马斯克不知道这是一个重大利好，那么这里面的逻辑大家仔细去品味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啊 ，Glassnode 今天公开的一个图片啊，大家看图。那么这个图片显示啊，比特币的供应啊正在以每月10万美元的这个 BTC 的这个速度啊，从流动的状态转变为非流动的状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特币从交易所每个月流出到从未卖出过的这个钱包地址啊，不管是这个大机构啊还是散户啊，就是买了之后转出来一直拿住，这就意味着这个市场上可交易的币呢越来越少。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啊，等到这个市场上一币难求的时候，非常少量的这种资金呢就会带来巨大的涨幅啊，我们可以这个拭目以待一下啊。那么大家看这个图片中，之前价格上涨的时候，图片中这个绿色部分呢就很大啊，目前这个绿色的部分呈现上涨的这个趋势啊，所以说这个流出的这个数量啊，比特币的这个数量呢是越来越多。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啊，那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啊，那么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